宋江毒发前才醒悟过来，自己作为一方龙头老大，竟被操纵多年，而梁山真正的大哥另有其人。这个人究竟是谁呢？那就是智多星吴用。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分析，在《水浒传》中，梁山泊前后更换了3个 BOSS。首先是白衣秀士王伦，在柴进的帮助下，王伦成为了梁山泊的首任寨主。但王伦这个人呢，很矛盾，一方面他想要广纳人才，壮大自己的势力，另一方面却又嫉妒比他有才能的人，甚至暗中给那些人使绊。例如被逼梁山的林冲，王伦害怕武艺高强的林冲会取代自己的位置，于是逼迫林冲杀人献投名状。结果下山途中，林冲遇到了杨志，两人打得不可开交。最后林冲险胜，成功留在了梁山，但却并没有受到过重用。没过多久，晁盖就出现了。晁盖这个人呢，性格耿直，广交朋友，遇事也敢做敢当。书中记载，当时晁盖居住的隔壁村闹鬼，那个村子的人便找来僧人驱邪。僧人呢，就弄了个青石宝塔在西边，说是可以把鬼赶到隔壁村，也就是晁盖住的村子。晁盖听后很是生气，于是独自一人到西对面，把青石宝塔拿了过来，放在了自己村，以至于人送外号托塔天王。不久后，晁盖听闻了太师蔡京的生辰纲一事，便萌生了劫取的想法，于是找来交好的吴用，商量着把生辰纲给夺走。这个吴用呢，是一身秀才打扮，但脑袋里却有很多鬼主意。他找到公孙胜、白胜、刘唐等人合作，提出智取生辰纲的计策。于是这几人骗过了护送生辰纲的杨志，夺走了生辰纲。但因为走漏风声，几人成了通缉犯，其中白胜等人被抓捕入狱，而晁盖、吴用等人投奔了梁山。到了梁山呢，王伦设宴款待了几人。吃饭时，晁盖忍不住说起自己智取生辰纲的事儿。王伦听后，表面上应和作答，实际上心里却有些害怕，更加不想收留晁盖等人。吴用清楚王伦的心思，也看到了林冲与王伦之间有很深的矛盾，于是吴用呢，话里有话的刺激林冲。果然林冲在气愤之下杀掉了王伦。王伦一死，梁山泊群龙无首，吴用趁机扶持晁盖上位，成为了新的寨主。当上了一把手的晁盖呢，心中不忘被关在监狱的白胜，于是吴用设计买通衙役，将白胜救了出来。不久后，晁盖又带领下属击退了黄安的官军。自此，晁盖在梁山中声望大增。眼看自己扶持的人当上龙头老大，吴用真就甘心只做个军师，只为他人做嫁衣吗？当然不是，他的野心可不小。话说晁盖当上梁山老大后，并没有想着壮大梁山势力，反而和兄弟们整日是喝酒吃肉，好似过上了无忧无虑的生活。这对于想要做出一番成就的吴用来说，实际上是不能忍受的。于是呢，吴用渐渐有了一心，想要扶持新的人选。就在这时，宋江出现了。当时宋江是山东郓城县的一个押司。在生辰纲事件发生后，因为宋江利用职权从中周旋，晁盖和吴用等人才得以逃脱追捕。为此，在梁山立足后的晁盖为了报答宋江的救命之恩，派人带了一封书信和黄金答谢宋江，却不想书信被阎婆惜发现，阎婆惜借此要挟宋江。无奈之下，宋江杀掉了阎婆惜，躲到了柴进那儿。但后来呢，因为宋父写信给宋江，伪造自己病逝，宋江急忙赶回家，一进门就被抓了，最后被发配江州，在半路上被梁山人马所救。在此期间呢，吴用几次为宋江做思想工作，想要宋江加入梁山，但此时的宋江仍然没有这个想法。于是呢，吴用给他介绍了身处江州的戴宗，在那里宋江结识了不少好友，其中就有李逵、穆春等人。一次，宋江醉酒后来了情绪，于是提笔在墙上写下了一首反诗，不料被小人黄炳文发现并告发，宋江因此被判处死刑。而戴宗呢，因为设计救宋江失败，也被判处了死刑。好在行刑那天，梁山人马及时赶到，宋江和戴宗才被救了下来，两人也因此加入了梁山。
宋江上梁山之后，受到了众人的欢迎，也受到了吴用的暗中扶持。没过多久，宋江就成了二把手。后来，因为形势的变化，梁山需要派人对外出战，眼看自己的声望就要被宋江压过，晁盖提出亲自带人讨伐敌人，但都被宋江以他是一山之主，不可亲自出马为由制止了。而后呢，宋江便带领梁山众人四处征战，在祝家庄一战中，宋江2次攻打都失败了。好在有吴用在旁出谋划策，先是派人偷偷潜入祝家庄，接着里应外合，在第3次攻打祝家庄时，宋江一举获得胜利。紧接着，宋江又带人攻打唐高州，大破连环马，取得了一系列胜利，这让宋江的威望渐渐在梁山中树立起来，及时雨的名号也就此打响。但人类的悲欢并不相通啊！宋江这边是高兴了，晁盖那边心里可就不好受了。眼看着宋江成了梁山的红人，他这一山之主的地位也受到了动摇，他迫切需要打一仗来证明自己的实力。好在机会很快就到来了。作为梁山的第2任寨主，晁盖为何会惨死在曾头市？而在最后，梁山好汉们大多又为何不得善终呢？罪魁祸首其实是背后的一个人。现在就让我们接着上面说起。话说那时候，段景柱夺得了一个宝物，准备献上梁山，但在曾头市被人抢走了，而且抢夺的人呢，还出言侮辱寨主晁盖，这让晁盖十分生气，决定带人去夺回宝物，也正好借此机会大显身手。谁想晁盖这一去，竟丢了性命。到达曾头市后，晁盖因为求胜心切，中了敌人的奸计，在撤退时被史文恭的毒箭所伤。虽然回到梁山，但晁盖还是毒发身亡了。最后，在吴用的操作下，宋江也名正言顺地当上了梁山的新老大。在此期间，吴用也尽心辅佐宋江，为他招纳了不少人才。例如《水浒传》中排行第2的卢俊义，就是在吴用的算计下被迫加入了梁山。还有霹雳火秦明，因为吴用的设计，一家老小遭到迫害，自己最后被逼梁山成为了土匪。看似梁山各好汉在宋江的带领下所向披靡，实际上呢，真正掌控全局的人是宋江背后的吴用。随着梁山好汉们的势头越来越旺，朝廷也改变了策略，对梁山众人实行招安政策。宋江等人自认看不到前程，也就顺势接受了朝廷的安抚，成为了宋朝军队中的一支队伍。当初替天行道的口号也变成了顺天护国。之后，宋江带领梁山兄弟替赵宋四处征战，先是打退辽兵的侵犯，接着平定了河北恶霸田虎。但在之后的镇压淮西王庆和江南方腊2场战役中，梁山队伍死伤惨重，经过最后一仗，只剩下了27个人。回去以后，宋江被朝廷封了官，但没过多久就被赐下毒酒。宋江深知自己命不久矣，于是叫来李逵一起喝下毒酒。弥留之际，宋江才发现自己这一生深受吴用的影响，甚至许多行动决策都是吴用在指引。算起来呢，自己也不过是一颗棋子。而在2人死后，这时的梁山队伍早已不复从前。吴用深知朝廷的心狠手辣，不想受到迫害，于是与花荣一同在宋江的坟前自杀。纵看梁山的兴盛与衰败，不得不说都与吴用密不可分。